你敢信嗎？中東這灘渾水美國折騰幾十年沒擺平，以色列橫着走，沒人敢攔。結果呢，最近突然集體熄火，美伊談了又談，不敢動手。號稱中東小霸王的以色列，居然也消停。本期視頻，咱們從美伊談判到特朗普訪華，巴鐵用中式裝備2輪護航伊朗代表團，緊接着進軍沙特，沙特出錢反哺，砸120億美金幫巴鐵買中國武器。這一套連招打下來，別說美國，連以色列都直接被打服。先問大家一個問題中東亂局的本質是什麼？是宗教矛盾？是石油爭奪？都不是，本質就是大國博弈的棋盤，小國夾縫求生的戰場。美國想掌控石油美元，以色列想獨霸中東，伊朗想打破封鎖，沙特想坐穩中東石油老大，而巴基斯坦夾在東亞跟中東之間，左右為难。但最近這盘棋徹底變了，巴基斯坦这个咱们最鐵的巴鐵突然成了中東棋局的關鍵棋手，而他的背後站着正是中國。2輪護航，一步進軍，100億軍購，直接改寫中東格局。接下來咱們一步步拆解，全程高能，乾貨秘籍，千萬別走神。我是白海帆大招，歡迎來到老李。要讀懂今天的變局，先得看清過去的死局。家人們，中東這地方幾十年來就沒太平過，核心就是美伊死磕，以色列橫行，小國遭殃。先說美伊，1979年伊朗革命以後，美伊徹底翻臉，美國搞了幾十年制裁，伊朗硬扛了幾十年，核問題談了撕，撕了談。2026年2月更是直接爆發史詩怒火衝突，美以聯手空襲伊朗，伊朗反手反擊，霍爾木茲海峽被封，全球油價暴漲，歐洲慌得一批。但打了2個月，誰也滅不了誰，談判成了唯一的出路。可問題是，伊朗代表團敢去談嗎？以色列號稱中東小霸王，脾氣暴得很，說打就打，是他的標籤。這些年，以色列空襲敘利亞，炸伊朗核設施，打黎巴嫩真主黨，從來都是說幹就幹，沒人敢攔。為啥呢？因為有美國撐腰，軍事技術頂尖，中東國家沒人是他對手。所以呢，只要伊朗代表團敢出門，以色列第一時間就會盯着，找機會直接定點清除。這可不是開玩笑，是以色列的常規操作。這就是當時的死局美伊想談，但伊朗代表團不敢動，怕以色列半渡結火。以色列想打，但美國想談，左右為難。中東小國夾在中間，瑟瑟發抖，只能選邊站。全網都在等，伊朗代表團怎麼去談判？以色列會不會再次動手呢？美國能不能壓得住以色列呢？沒人想到，最後出手解決這個死局的，不是美國，不是伊朗，而是巴基斯坦。更沒人想到，巴基斯坦用的是中國造的裝備。家人們，這就是高能反轉。2026年4月，美伊終於同意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蘭堡舉行首輪面對面談判。這是1979年以來美伊最高級別的直接對話，意義重大。但問題來了，伊朗代表團怎麼去？以色列會不會半渡截殺呢？所有人都捏了一把汗。結果呢，巴基斯坦直接甩出王炸操作，2輪護航，全程用中國裝備，把伊朗代表團護得嚴嚴實實，以色列全程都不敢動。第1輪護航，伊朗境內到巴基斯坦，中式戰機加預警機布下了天羅地網。談判前一天，2026年4月10號，巴基斯坦空軍直接出動中國造的梟龍戰機、空中預警機跟控制系統 AWACS， 一路飛到伊朗阿巴斯港上空，建立防護性空中掩護。簡單說伊朗代表團的專機從伊朗一起飛，就被巴基斯坦中式戰機貼身護航，預警機全程監控波斯灣上空所有空域，任何可疑目標都逃不過天眼。波斯灣是個什麼地方？以色列的戰機經常在這兒晃悠，以前想打誰就打誰，但這回呢，以色列雷達全程盯着，愣是不敢動。為啥呢？因為巴基斯坦中式預警機能提前幾百公里發現以色列戰機，梟龍戰機性能不輸以色列的 F-16，真要動起手來這以色列佔不到半點便宜。更關鍵的是這是在伊朗跟巴基斯坦的領空附近，以色列戰機硬敢闖進來，這就是直接宣戰。以色列雖然狂，但還沒狂到同時招惹伊朗加巴基斯坦的地步。更何況巴基斯坦手裡有核武器，是擁核國家。接下來就是4月11到12號，美伊談判在伊斯蘭堡舉行，伊朗代表團安全抵達。談判雖然沒有達成什麼協議，但全程安全無虞。談判結束後，巴基斯坦再次出動中式戰機，第2輪護航，把伊朗代表團原路安全送回伊朗。這一次以色列連試探都不敢，為啥呢？因為2輪護航，巴基斯坦用了中式裝備證明，只要我想護，
你以色列就碰不到一根毫毛。以前的以色列在中東橫着走，想空袭誰就空袭誰，什麼时候受过這種氣兒？但這回他只能眼睜睜看着伊朗代表团來去自如，全程啞巴吃黃連，有苦說不出。孙子兵法曰：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巴基斯坦這2輪護航沒放一槍一炮，卻用中式裝備的實力直接震懾了以色列。這不是靠蠻力，是靠實力加謀略。同志們，這裡有個普通人看不到的細節，為什麼護航的是巴基斯坦而不是伊朗自己？很簡單，伊朗的空軍裝備大多是老舊機型，面對以色列的先進戰機自保都難，更別說護航。而巴基斯坦這些年清一色換中國裝備，梟龍戰機、殲10 CE、預警機、防空導彈全是中國造，體系完整，性能頂尖，剛好克制以色列的空中優勢。更關鍵的是，巴基斯坦跟伊朗是鄰國，關係友好。巴鐵跟中國是鐵哥們兒，中國裝備隨便用。巴基斯坦跟沙特是盟友，背後有沙特撐腰，這種左右逢源的身份只有巴鐵有，換任何一個國家都做不到。說完2輪護航，這只是前味菜，巴鐵的連環大招才剛剛啟動。護航結束後不到1周，巴基斯坦直接邁出第2步，進軍沙特。2026年4月中旬，沙特正式邀請巴基斯坦空軍特遣隊進駐沙特東部阿卜杜勒阿齊茲的國王空軍基地。這支特遣队清一色的中式裝備，梟龍戰鬥機、薩博2000預警機、伊爾78空中加油機，成體系部署，直接為沙特提供空中保護。這一步直接震驚全球。為啥？因為沙特是中東老大，美國的傳統盟友，以前沙特安全全靠美國罩着。現在沙特居然邀請巴基斯坦的中式装備部隊進駐，等於直接把国家安全從美國手裡交到了巴鐵中國手裡。更絕的是，緊接着沙特直接出錢反哺巴基斯坦，砸120億美金幫巴鐵買中式武器。2026年4月13號，巴基斯坦伊斯蘭堡時報爆料，巴基斯坦將與中國簽署120億美金的國防採購協議，採購清單全是硬貨，40架殲35A第5代隱身戰機。中國第2款5代機，可對標 F-35，6架空警500預警機，中國頂尖預警機，監控範圍覆蓋整個中東。4個團的紅旗19戰略反導系統，對標美國薩德，能攔截中遠程導彈，配套精確制導武器，飛行員培訓、技術轉讓的全流程服務。劃重點，120億美金全是沙特出錢，巴基斯坦軍費1年才80億美金，根本就拿不出這麼多錢，而沙特直接全額買單。這波操作堪稱中東版的借花獻佛，完美閉環。這套連招到底有多猛？接下來直接拆解3大影響。巴鐵實力暴漲，成中東最強的區域守護者。有了殲35、空警500、紅旗19，巴基斯坦直接擁有了5代機加預警機加反導系統的完整防空體系。中東除了以色列，沒人能擋。以後中東各國談判出行都得找巴鐵護航。巴鐵直接從南亞小國躍升為中東的核心玩家。沙特徹底倒向中國，美國石油美元根基動搖。沙特是全球最大石油出口國，以前為美國馬首是瞻，現在把安全交給巴鐵，還出錢幫巴鐵買中國武器，等於直接跟美國結綁，擁抱中國主導的新秩序。美國掌控中東石油的核心利益直接被釜底抽薪，以色列徹底被孤立，中東小霸王淪為孤家寡人。以前以色列有美國撐腰，周邊國家不敢惹。現在伊朗有巴鐵護航，沙特有巴鐵結盟，巴基斯坦有核武器加中式頂尖裝備，以色列周邊全是反以聯盟。美國又不敢直接跟中國翻臉，以色列徹底沒人撐腰，只能消停。同志们，聊到這兒，你是不是已經覺得夠炸裂了？別急啊，真正的頂層棋局、最高層的博弈，我還沒給你捅破呢。這次美伊談判從頭到尾就是為特朗普訪華量身定做的籌碼局。時間線給你捋一遍，你瞬間後背發麻。2026年2月，美以聯手空襲伊朗，史詩怒火開打。特朗普原本3月底就要訪華，結果呢不敢來，為啥？因為中東戰火一燒，油價上天，美國通脹爆炸，軍火庫快打空。他帶着一屁股爛賬來中國，等於跪着來求中國幫忙，談判桌上直接矮半截。特朗普心裡跟明鏡似的，伊朗問題不解決，他訪華就是求助者姿態，解決了他才敢裝世界霸主。原先的劇本是啥？把委內瑞拉搞定，然後搞定伊朗，他就有足夠的牌來跟中國談。結果呢，顯然是適得其反。
於是白宮緊急按下暫停鍵，訪華推遲到5月中旬，給特朗普留足夠的時間，必須在訪華前把美伊停火給談下來。到了4月，巴鐵中式裝備2輪護航伊朗代表團，美伊談判在伊斯蘭堡重啟。注意這次談判不是美國想和平，是特朗普急着要一張停火協議當門票，從而體面訪華。結果呢，5月上旬訪華前48小時，美伊談崩，伊朗要解除制裁，解凍資產，賠償戰爭損失，霍爾木茲海峽安全全歸伊朗。美國要伊朗自費核能力，削減導彈，接受全面核查，兩邊底線完全不兼容，直接談崩。特朗普當場暴怒，公開罵伊朗的提議是垃圾文件。家人們，你以為他是氣伊朗，他是氣自個兒，沒拿到停火政績，只能帶着中東爛攤子來中國。為什麼呢？因為他沒法再拖了，8月份就要中期選舉了。華爾街日報直接捅破窗戶紙，特朗普最怕的不是伊朗，是帶着敗仗訪華，被中國拿捏。看到沒？美伊談判不等於為了和平，等於特朗普的訪華資格賽。巴鐵復航不等於單純的護伊朗，等於中國幫伊朗握牢籌碼，等着特朗普上門求。這就是為什麼美伊談判一完，特朗普立刻撲向中國，而特朗普一要來，沙特立刻慌着站隊，砸120億美金給巴鐵買中國武器，因為中東所有國家瞬間看懂，美國霸權撐不住，接下來誰說了算？中國。孫子兵法講，上兵伐謀，其次伐交。中國這一波根本不是在中東打仗，而是把美伊談判當成籌碼，把特朗普訪華當成節點，把巴鐵跟沙特當棋子，一盤棋直接鎖死中東格局。特朗普訪華表面是談貿易、談關稅、談台海，台面下只有一個核心議題，求中國勸伊朗別再硬扛，給美國一條台階下。而中國呢，當然不會白幫。你要我勸伊朗可以，沙特必須向我，石油人民幣必須推進，中東安全必須交給中巴體系。這就是為什麼特朗普訪華前夕，沙特立刻掏120億美金幫巴鐵買中國武器，所有人都在搶着上車，生怕晚了就被踢出中東新秩序。也正因為特朗普有求於中國，不敢翻臉，所以以色列再狂也不敢在這個節骨眼上亂動，一動美國就得被中國僵死，以色列徹底失去靠山。同志們，現在終於明白了吧？從美伊談判到巴鐵護航，再到特朗普訪華，沙特幾百億軍購，從頭到尾都是一個中國部的大局。美國折騰幾十年搞不定的中東，中國不發一槍，不出一兵，靠伐謀加伐交，直接讓美國認慫。以色列閉嘴，沙特站隊，伊朗安全，這才叫大國棋局，落子無聲，決勝千里。所以家人們看到這兒，你就會突然發现，這個世界最可怕的力量，從來不是航母，不是導彈，甚至不是核武器，而是讓所有人開始相信舊秩序已經撐不住。以前的中東像什麼？像一個被美國拿槍盯着的賭場，誰不聽話挨揍，誰敢反抗被制裁，誰想搞獨立就顏色革命。所以幾十年來，中東國家都學會了一件事兒，不是發展，而是站隊。可現在這套邏輯突然失靈，因為越來越多國家發現，美國能帶來戰爭，但中國能帶來穩定。注意是穩定，這倆字兒在亂世裡比黃金還貴。你們仔細想想，為什麼沙特突然砸120億？為什麼巴鐵突然敢護伊朗？為什麼以色列突然開始克制？為什麼特朗普寧願放低姿態也得訪華？因為所有人都嗅到同一種味道，風向變了。鬼谷子有一句話特別狠：天下时事，非一人之力所能定，順勢者昌，逆勢者亡。以前美國代表勢，現在這個勢正在東移，而中國最恐怖的地方就在這兒，他從來不喊我要當老大，但他卻在默默做一件更高級的事兒，讓越來越多的國家覺得跟着中國至少能睡個安穩覺，這才是真正的降維打擊。我是白飯大招，下期再見。